其实我此次过来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如今没有外人，我可以放心的跟你们说了。二爹爹，什么事啊？以前，我一直觉得你们不应该过多的了解父辈的事情，你们知道了，反而可能会过得不轻松。可是如果我什么都不说，也许你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事情的真相。我再三斟酌，决定还是应该告诉你们。林伯伯，我知道，您有您的打算。但是父辈的事情，既然我们改变不了什么，何不就让它过去呢？远儿，你是一个好孩子。可是芝儿也长大了，有一些事情啊，应该交给他自己判断。二爹爹，穆远哥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？芝儿，关于你父亲，你了解多少？江湖上说我爹因为走火入魔，杀了许多武林同道，但我觉得他有自己的苦衷，因为他是个好人。你说的对，你爹他品性高洁，是个武功和品格都极高的人。这一切的起因，都是因为你爹重业，我，还有远儿的父亲，宇文玉盘。穆远哥的爹爹15年前的英雄大会上，我们3个人不打不相识，惺惺相惜，义结金兰。后来你爹重业，将我们请到了重火宫，我们3个人经常在一起切磋武功，把酒言欢。后来你爹重业，将我们练功的招式提炼成为一套功法，起名为连神九式。而玉盘就将我们的内功修为融合为一套心法，就是芙蓉心经。二者同修，独霸天下。因此，有了涟漪的来源。叶兄，是何事如此着急？2卷秘籍我终于写成了。有了这2卷秘籍，我们就是天下第一。恭喜叶兄，恭喜叶兄！叶兄，武功无非是为了提高修为、挑战自我，叶兄何必如此沉迷？玉盘兄，你不想有更大的作为吗？可是，天下难事必作于易，可不能操之过急啊。重火宫要想在江湖上扬名立万，我就必须好好修炼。重业武功最高，他率先练成了连神九式。可我们那时并不知道，这2卷秘籍必须相辅相成，而他只练了连神九式的招式，而忽略了芙蓉心经的心法，因此他走火入魔了。走火入魔？每当连神九式出现反噬效果，重业就会性情大变，凶狠无比，无法自控。接下来的2年，他以身体保养为理由，缺席了英雄大会。难怪那2年，爹爹很少来看我。那时的他虽然入魔，但他心性尚存。他担心自己伤及无辜，每到发作的时候，就命宫中的弟子将自己锁起来，
可没有想到的是，你爹残存的人性越来越少。甚至求我们杀了他，结束他的痛苦。也许你曾经听过一句话，叫“拆分尽破，人间重活，断情绝义，方成涟漪”。修炼连神9时，如果走火入魔，必须守人至亲至爱，以达到无牵无挂、无欲无求、天人合一的境界，方能铲除魔障。于是，玉盘想出了一个极端的方法，就是用自己的性命交换重叶的人性。三弟，你不能去！二哥，我求你了，你就让我去吧。我不能为了救我一个兄弟而失去我另外一个兄弟，你清醒点儿！我没有什么办法了，这是我们唯一的办法。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哥在受苦。一定还会有办法的，再想想。杀了我！杀了我！这么说，我爹是自愿求死。你爹他为了挽救挚友，宁愿牺牲自己。玉盘是用性命书写了江湖之意。我曾经数度想阻止他，可这个想法在他心里已经扎根，无法挽回。也许他觉得自己也有错，不应该参与创造连神9式这样的功法，导致重叶走火入魔。那我爹他后来，你爹以为是自己亲手杀死了玉盘，伤心欲绝。虽然恢复了理智，但那个时候已经恶名传遍了天下，各大门派围剿冲火宫，逼冲火宫交出你爹和2卷秘籍。可是你爹知道，这2卷秘籍对冲火宫而言至关重要，要保住秘籍，他就不能活命。
最无法原谅的，是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兄弟。我之所以离开崇火宫，是因为我感到无比的自责。如果以我的性命能够换取他们任何一个人，我都不会如此消沉。不过逝者已矣。今日我告诉你们事情的真相，是希望你们能够明白，你们的生父都是品行极高的人，宁可牺牲自己，也要成全别人。我更不希望你们以后在他人的口中听到片面之词，而对你们的父亲产生质疑。因为对他们这样的人，即便有任何质疑，都是莫大的侮辱。江湖的恩怨，又岂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？冤冤相报，只会无休无止。过去的事情，就让它过去吧。不管上一代人做了什么，也不管他们之间有何恩怨，我对义父的承诺，对你的承诺，对崇火宫的承诺，至死不变。慕远哥，对不起。好了，自从上官小偷从玄天红灵观回来，内伤便一直没好。我本来不想提及此事，可是我吩咐他，叫他保护你，他做到了，也算是对崇火宫有恩。当年上官小偷陷入窘境，我将我的一半内力给了他，他为了兑现承诺，将所有的内力给了你。现在他已经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，就连满飞月那样的狐鼠之辈也能将他打伤。所以，我想让你把芙蓉心经传授给他。芙蓉心经真的能够帮助他恢复内力吗？不错，芙蓉心经不仅能够辅助连神9式修炼，在提升内力方面也是举世无双。我知道，天下间只有你一人掌握此门心法。可是我……芷儿，二爹爹不想勉强你，你自己度量清楚，要不要去月上谷帮助他？毕竟帮助他修炼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，而且你现在是一宫之主，身上有很多未尽的责任，断不可意气用事。况且你现在又练成了涟漪，江湖上的人都会对你虎视眈眈。二爹爹，上官偷他真的伤得很重吗？你放心，即便你不去月上谷，二爹爹也会照顾他，而且他也不会对你的决定有半分怨言。慕远哥，崇火宫就拜托给你了。放心吧，注意安全。兄弟，你让我想到2个字：伟大。明知道小美人是去找上官透的，你还让她走，
你就不怕他再也不回来了？这是他的家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就这么有自信？这种事情呢，你这种人是不会懂的。纯公主，你们谷主呢？谷主正在里面疗伤。纯公主，公子，你看，谁来了？楚姑娘，无命，替我更衣。是。对不起，我什么都没有看到，我真的什么都没有看到。程姑娘，你怎么会在此啊？药王前辈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这话问得很奇怪啊！这一片，乃我月上谷专门用来药浴的宁月温泉，谷主正在池中。我药王作为月上谷的人，来此自然是为了谷主了。反倒是姑娘因何而来啊？那上官公子的内伤怎么样？是否要紧？很是棘手啊！若是谷主还有以前的内力，加上我药浴的加速疗愈，应该很快的可以康复。可现如今，他不仅把内力给了你，还为了你来了一招。虽然我已经用针灸和药草进行了调理，但也只能保证他日常无碍。要想恢复内力，是难上加难呐。长此以往，前辈莫要再吓唬他了。喜欢吗？诗中有云：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”纯姑娘穿这身衣服，真好看。上官公子，你身体怎么样了？刚刚药王前辈说，药王前辈这性子，纯姑娘还不了解吗？他呀，向来小题大做，凡一点小碍也要当做大忌来医。他这是旧时心切。纯姑娘，他是在吓唬你，我并无大碍。上官公子，你不要再瞒着我了。二弟弟说你伤得很重，此番我正是为此事而来的。纯姑娘，专程为我而来。我决定传授芙蓉心经给你，好助你早日恢复内力。这可不是件小事啊！虽然我对芙蓉心经没有深刻的钻研，但对这天下第一的内功修炼心法略知一二。连意之中，连神九式属阳，芙蓉心经属阴。要将芙蓉心经传授给另一个人，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到达，除非传授者与修炼者一同修炼，方可心脉相通，事半功倍。没错。如此一来，恐怕对姑娘多有不便吧？没有什么不方便的。我此次来就是为了治疗她的内伤，所想之事便是她早日痊愈。至于其他的，任凭别人说去吧。姑娘的胸襟和气度，果然异于常人呢。前些日子，我对姑娘多有微词，还请姑娘不要见怪。前辈，你千万不要这么说。我几次三番害公子涉险，如果不是药王前辈你医术高明，日夜看护的话，恐怕还会酿成大错呢。医者仁心，况且谷主的为人，值得。药王前辈，这儿还有一事相求。但说无妨。接下来我便要与上官公子修炼芙蓉心经。可是公子他失去内力已有一段时日，按照他目前的身体状况来看，如果突然之间打通心脉，输送真气的话，恐怕他会承受不住。所以还要烦请药王前辈配一些固本之方，以药补气，帮助他顺利修炼。姑娘想得周全，
因此定会竭尽全力。多谢前辈。姑娘刚才说了半天，估计谷主只记得4个字。芙蓉心经。非也，应该是为我而来。前辈您够了。上官公子，你还穿着湿的衣裳，要不去换身衣裳吧，避免着凉。有虫姑娘在，我心是暖的，不会着凉。哎呀，不只是暖吧，恐怕快要烧起来了吧？虫姑娘辛苦赶了一路，也该累了，不如我让无命先送你回去休息。好啊。无命，虫姑娘，请。虫姑娘这回春妙手，倒真是管用啊！对了，前辈，我身体的情况，先暂且不要对虫姑娘据实相告。我不希望月上谷是一个会引起虫姑娘愁思的地方。我希望月上谷会让她的心境与别处不同，可以无忧无虑。个痴人！我就是个痴人。你们月上谷怎么还有一间女孩子的闺房啊？因为这是我特地为你准备的。为我准备的？你知道我要来啊？我希望你来。我一直等着，有一天你会回来。上官公子，明日我就要开始传授你芙蓉心经了。这修炼之处还需要你费心准备，务必要清幽安静。你笑什么呀？我认真的。我笑你啊，安排起事情来，比我这个谷主还要像谷主。芙蓉心经的修炼要诀看似极为简单，但实则修习艰难。若不摒除杂念，不仅无法提升内力，真气反而会冲击五脏六腑。春姑娘，怎么？今日的情景，倒让我想起以前的事。若不是公子将全部内力都给了我，恐怕我也练不成涟漪。心意其境，芙蓉俱身。
心身合一，气意相随，无舍无弃，无为无我。姑娘能参悟此中境界，实属不易。我在修炼的时候，何曾不想突破此境，但却始终没有得到的喜悦。我想，距离炼成第9式，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那你现在输送真气给我，岂不是？别想太多了，专注一些，守住真气。上官公子，该喝药了，小心烫啊！这芙蓉心经你已经练了好几日了，怎么脸色看上去还是不大好？身体可无碍了。我没事，不用担心我。倒是你，白天要传授我内功心法，晚上还要去药王那里和他斟酌调理的方子，着实辛苦了。春姑娘，你若觉得这谷里住的还习惯，不如就多留几日。后山有一片花海，非常美丽，我可以带你一起去看。上官公子，你可曾记得兵器谱大会之前你对我说过的那些话？我上官透对你充血之没有半点男女之情，一丝非分之想。若之前有言行不妥之处，我向你道歉。记得，每一个字我都记得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当时之所以那么说，是因为我的身世一直困扰着我，我没有办法完全对别人敞开心扉。可是现在不一样了，我变了。我愿意学着如何去爱一个人。可是，你知道我当时有多难过吗？是我不好，是我亲手把你给放开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从那之后，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光，无时无刻都会浮现在我的脑海。我只能把这种思念掩藏在自己心底。自从上一次我们在安平县相遇，我再也无法克制这种对你的思念。春姑娘，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，对吗？上官公子，你还记得我曾经说过我们不一样吗？其实，一直以来我都很害怕。我害怕，总有一天你会忍受不了我的骂名，而离我远去。我身上背负的东西实在太多了。我爹欠下的那些血债，都需要我去偿还。你觉得
我忍心让你被人指点和非议吗？如果你这么说，那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所忍受的非议、妄言，绝不会比你少。你要知道，江湖上可把我说成风流浪子呢。那既然这样，不如我们结个伴，也算是为江湖除害了。结伴除害，你就不怕我把重火宫发展成为邪教，给你招来杀身之祸吗？如果你把重火宫发展成邪教，你变成了女魔头，那我就陪你一起下地狱。好啊，那你可得更加努力的修炼，千万不要辜负我这个女魔头，我可指望着你保护我。这是在下的荣幸。怎么了？我看看，破了。疼不疼？没事儿。你们干嘛呢？朱砂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我在帮他做武器啊。这呆木头还会做武器？我们车举手可巧了，除了会做武器，还会做饭、做家具、做瓷器，样样都会呢。可不像你，整天游手好闲的，净会惹事。哎，朱砂，过来，我跟你说件事儿。干嘛？你过来。你说什么？你大点声！哦，没事儿。莫名其妙。喂，我是木头。你是不是喜欢朱砂呀？你胡说什么？紧张什么？看来是真的啊。你俩从小一起长大，所谓近水楼台，你就从来没有表达过你的心意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跟你有关系吗？没有。你说说呗。去。好，你不跟我说是吧？我去找朱砂。看看我们朱砂姐，人又漂亮，又会做家务，真是贤惠啊！什么事啊？我就想问一下，你觉得社区怎么样？你问这个干嘛？了解一下嘛。你们两个一起长大，你就对他没半点想法？我能对他有什么意思啊？他那个人像块木头一样，整天就知道顾到他那些铁块啊、木块啊，其他什么都不懂。衣服脏了、破了也不会弄，不经意间说话还能把人气死。但是，虽然缺点很多，可总体来讲是个好人。哎，怎么个好法？你别看他平时像块木头，又不会说话，但他这个人特别实在。而且我跟你说啊，他是我们这里手艺最好的，但他从来不骄傲，还经常帮助别人。哎，成了，
什么成了？你和朱砂的事儿。哎，你别，我都替你打听过了。朱砂呢，对你也不是毫无好感，只不过什么？他嫌弃你是木头脑袋，不懂得哄人家。那怎么办？哎呀，哄女孩子开心嘛，当然是要送给她礼物的。你有没有钱啊？钱我有啊。你把钱给我，我下山去给你买礼物送给朱砂，朱砂一定开心。哎，这是我自己的事儿，就不用了吧？哎呀，你别婆婆妈妈的，这事啊包在我身上。走喽。公子虽然表面上云淡风轻，可是每到夜里子时，都全身痉挛，极度痛苦，时常夜不能寐，已经持续很多日了。他告诉我，刚开始修炼时，内息不调是常有之事，让我不要声张。但是，我太了解公子的脾性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他是不会说的。谷中竟有如此病患，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，太不像话。药王前辈莫怪，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医治的方法，缓解公子症状。这么严重，前辈可有什么缓解之法呀？恐怕是治标不治本呐。如今我已经每日将芙蓉心经传授给他，照理来说，这对于治疗他的内伤，应该很有效果才是呀。毕竟用芙蓉心经调理内伤、恢复内力，谷主是第一例，先前也没有别的病例，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也正常。可是他的内息太虚弱了，盲目的传授心经会拔苗助长。那怎么办？从五行上来看，他的体内真气过旺，水可以化解，热可以增加传功速度和药效。目前应该只有一个办法。摇摇晃晃几世人间，月影勾引线。初见一瞥你的容颜，相思缠红线。艳阳晴天，流风缠绵，缘似蝶翩翩。陈姑娘，是你吗？是我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我们开始吧。翻尘烟霞，千里看吧，花前月下，策马天涯。下